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，时间是凌晨3点。我刚刚从简陋的海岸警卫队宿舍里被叫醒，脑子还昏昏沉沉。值班队长急匆匆地把我们召集到控制室，告诉我们雷达捕捉到了一艘幽灵船的踪影。你们一定听过深海女王号吧？他叹了口气，眼神里带着些许忌惮。一艘失踪20年的游轮，今晚在我们的海域出现了。我心头一震，深海女王号的故事在我们这行里几乎是传奇。20年前，它是一艘豪华游轮，载着几百名乘客从洛杉矶出发，计划绕行太平洋一圈。然而，就在航程过半的时候，它突然失去联系，仿佛消失在了海雾中。官方派出了多次搜救队，但连一片残骸都没有找到。我跟着队伍登上了巡逻艇，清晨的海风带着盐味，湿冷刺骨。我们行驶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远远的就看见了一艘巨大的黑影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上。深海女王号的船体在晨曦中显得佝偻而破败，锈蚀像血痕一样爬满了船身，破碎的窗户像是空洞的眼窝，凝视着我们。船名的油漆斑驳的几乎无法辨认，但还是隐隐能看出 Queen of the Deep 的字样。我们试图用扩音器喊话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船上寂静的异常，连海鸥的鸣叫声都没有，像是所有的声音都被吸进了这艘船的腹底。看来得上船，队长说。他的语气里透着勉强，但我们都知道没有选择。我们攀上了绳梯，登上了甲板。一股浓重的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像是某种东西在黑暗中腐烂了许多年。我环顾四周，甲板上散落着一些破旧的行李箱，里面的衣物早已被潮湿和时间侵蚀成了一堆烂布条。奇怪的是，船上并没有任何尸体，也没有任何生还者的迹象，甚至没有鸟类或鱼类的活动。这里空无一人，却仿佛饱含死气。我们一行人分头搜寻。我跟着队长走进驾驶舱，里面布满了蜘蛛网，仪器和导航设备附着一层厚厚的盐霜，完全报废。但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，驾驶台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本航海日志。队长翻开日志，那些字迹越往后越凌乱，最后一页几乎无法辨认。我凑近了些，看见上面用潦草的笔记写着：他从深海来，别下水，别靠近声音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背脊发凉，但又说不出是为是魔。我们继续搜索其他区域，走廊里每一扇门都像一个张着嘴的黑洞，通往无尽的黑暗。船上的状况越发诡异，某些房间里还留有生活的痕迹，床上的被子凌乱，餐桌上摆着未吃完的食物，但这些食物早已干裂变质，仿佛已经过了几十年。更诡异的是，我们在某个房间里发现了一面镜子，镜子上的蒸汽痕迹居然像是有人刚刚呼吸过一样。午夜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在船底听见了声音，那是一种低沉的呓语，像是数百个人在耳语，又像是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在嘶鸣。声音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忍不住想靠近。队伍里的一名年轻队员突然像着了魔一样，开始往船底走去。他的眼神空洞，嘴里喃喃着什么。住手！队长大喊，试图拦住他，但那个队员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几乎把队长甩了出去。我和另外几个人联手，才勉强把他拖住。可是，就在那一刻，声音突然停止了，整艘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片刻后，我们听见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，是敲击声，来自船底。咚咚咚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撞击船身。我们尝试使用潜水装备下潜，查看船底的情况，但当第一名潜水员下水后，他的对讲机里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。接着，一切都安静了。我们拉起绳索时，发现潜水员的头盔里空无一物，他的身体像是凭空蒸发了。
回船，快回船，队长下令。我们狼狈地撤回巡逻艇，但那些声音似乎在追逐我们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近，直到我们的船行驶到一定距离后才慢慢消失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结束。就在我们认为自己安全的时候，深海女王号突然开始下沉。它没有任何预兆，船体以一种不自然的速度沉入海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着它。最终，它消失在黑暗的海水里，连涟漪都没有留下。回到岸上后，我们向上级报告了整个过程，但官方最终只给出了雷达误差的解释。他们说，根本没有什么深海女王号，那是一场幻觉。然而，我知道那不是幻觉。每当深夜来临，我闭上眼睛时，总能听见那些呓语声，它们低语着，召唤着，仿佛在等待我回到那片海域。而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忍不住回去。到那时，等待我的恐怕就是深海的呓语最终的答案。那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周末，我和几个大学好友租了一艘小渔船出海钓鱼。我们在学校的压力太大，这次出行是一次放松的机会。出发那天，天气晴朗，海风带着微咸的味道，阳光明亮而不刺眼。我们满载着啤酒、零食和钓具，准备好好享受这段远离陆地的时光。船长是个沉默寡言的老渔夫，叫李博。他一上船就叼着烟斗，操纵着船舵，脸上的皱纹像被海风吹壳的树皮。他没有多说话，只是提醒我们带好救生衣，然后默默地驾驶渔船驶向开阔的海域。我们的运气不错，几乎一放下鱼钩就能拉上来一条鱼。渔船上满是笑声和欢呼声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海风开始变得冷了些，天色也渐渐昏暗下来。李博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皱着眉头低声说：“有雾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远方的海面就开始被一层白雾吞噬。雾气来得极快，短短几分钟内就包围了我们的小船，能见度迅速下降，我们几乎看不清彼此的脸。原本开朗的气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断，笑声也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不安的沉默。这雾有点邪门，李博的声音在静谧中显得格外清晰：“大家安静点，别乱走。”我们都站在原地，尽量不让船体晃动，生怕影响了李博的操控。就在这时，我们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撞击声，那声音低沉而有节奏，像是什么东西在海水中拍打着某重硬物。有东西在那里，其中一个朋友喊道，他指向雾气深处的某个方向。我们顺着他的手势望去，果然隐约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它漂浮在雾中，看起来是一艘小型帆船。会不会有人需要帮忙？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，但心里却莫名地凉了一截，因为那艘船看起来异常静止，仿佛没有生命迹象。李博皱着眉头，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了片刻，脸色沉了下来。不对劲，他低声说，这船看起来像是汽船，但我们几个年轻人血气方刚，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探险机会。再加上我们觉得帆船上或许真有人需要帮助，便不顾李博的反对，要求驶进那艘帆船。李博嘴里骂了几句，最后还是无奈地靠近了他。这艘帆船比我们的渔船稍大，船身覆满了青苔和贝壳，船帆破烂不堪，仿佛被海风吹打了多年。我们靠近后叫了几声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李博明显不想我们登船，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决定。4个人轮流抓着绳梯攀上了帆船，李博只能留在渔船上等我们。刚踏上甲板，我就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，空气湿冷，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息。甲板上散落着一些零碎的物品，像是生活用品，但都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。我们分头探索，进入了船舱。船舱里的情况更加诡异，里面布满了霉斑，所有东西都像是被海水浸泡过一样。但更奇怪的是，
某些东西看起来就像刚被人动过，桌上有一盏油灯，里面的油还没有完全干涸，墙上的挂钟停在某个奇怪的时间，但钟针似乎刚刚晃动过。我越看越不对劲，胸口的闷意越来越强。在其中一间船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，他们站在甲板上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照片的边角有些破损，但还能清楚辨认出他们的脸。我盯着照片看了许久，感觉男人的眼神有些说不出的怪异，仿佛他看穿了我在注视他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我猛地转身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我问站在另一侧的朋友是否听见了什么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点点头说：“我听见了。还有，这艘船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”少了什么？我问。他吞了吞口水，艰难地说：“人。”我们的对话被另一个朋友的尖叫声打断。他在某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骷髅架，骷髅的衣物依稀还能辨认出与照片中那个男人相似。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正打算离开这艘船，却发现通往甲板的走廊变得异常漫长，像是怎么走也走不出去。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，甚至开始渗入船舱，湿冷的让人几乎无法呼吸。那低沉的撞击声再次响起，这次听起来更近了，仿佛就在我们脚下。我们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上甲板，刚想回到渔船，却惊恐地发现渔船居然不见了。整片雾气中，只有我们和这艘诡异的帆船。李博，李博！我们拼命呼喊，但没有回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雾中缓缓出现，是照片中的那个男人。他的脸苍白得可怕，双眼毫无神采，皮肤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湿滑。他一步步朝我们走来，嘴里喃喃着什么，听不清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们的耳膜。我们疯狂地跳回海里，拼命向远处游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终于看见了李博和他的渔船，他正用力地向我们挥手，脸上满是焦急。我们狼狈地爬回渔船，而当我们回头看时，那艘帆船连同浓雾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回到岸上后，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当地的居民。他们告诉我们，那艘船属于一个失踪多年的男人，他和女儿曾驾船出海，但自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。而更诡异的是，照片里的女孩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她，她似乎始终隐藏在某个我们无法察觉的角落。那个周末过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件事，但有时午夜梦回，我总能听见低沉的撞击声，还有那个男人的耳语声，轻轻地说：“他还在这里。”蜜月旅行本应该是充满甜蜜的回忆，但每当我想起那次豪华游轮之旅，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彻骨的寒冷和难以解释的恐惧。我和妻子安娜结婚不久，决定选择一趟豪华游轮作为蜜月旅行的方式。那艘游轮名为无忧号，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安心，好像它会带我们远离烦恼，迎接纯粹的幸福。我们花了一大笔钱订下了豪华套房，还精心挑选了甲板景观最好的位置。出发那天，码头上人潮涌动，游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几乎看不到一丝阴影。游轮出发后的第一天，一切都像梦一样美好。船上的设施应有尽有，有泳池、酒吧、剧院，甚至还有一个迷你的购物中心。每天晚上都有华丽的晚宴，无数笑声在餐厅里此起彼伏，气氛热闹极了。我和安娜站在甲板上，看着游轮划破深蓝色的海面，手里端着鸡尾酒，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天堂。然而，从第3天开始，事情变得有些不对劲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餐厅参加晚宴，但我很快注意到，餐厅里空了一大半。昨天还热闹非凡的地方，现在却显得异常冷清。
几乎每张桌子都只有2、3个人，有些甚至空无一人。我忍不住低声问服务员：“其他乘客去哪了？”服务员愣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一个奇怪的微笑：“先生，这艘船上只有你们2位乘客。”我当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但那种诡异的微笑让我笑不出来。我再三追问，他却只是鞠了一个恭敬的躬，说了句祝用餐愉快，便快步离开了。安娜皱着眉头说：“他是不是搞错了？昨天餐厅里还那么多人呢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。晚宴结束后，我们在走廊里慢慢走回房间。我注意到，原本每个房间门口都挂着乘客的名字或装饰物，但现在这些门全都敞开着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好像真的从来没有人入住过。安娜抓紧了我的手，说她感觉很冷，想赶快回房间。我安慰她说可能是工作人员搞错了什么，但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这个解释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打开电视试图放松一下，可荧幕上只有雪花点，没有任何节目。我翻出随身带来的手机，但也完全没有信号。安娜有些心烦意乱，说我们明天一早应该去找船长问清楚，这艘船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她抱怨道：“不会是我们报错了旅行社吧？”半夜的时候，我被一阵低沉的敲门声惊醒，那声音像是某种节奏的信号，间隔均匀地响着，仿佛催促我们打开门。我轻轻摇醒了安娜，她迷迷糊糊地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示意她安静，然后站起身走向门口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开门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走廊空荡荡的，只有昏黄的灯光映照着长长的地毯。我走出房间几步，却发现地毯的尽头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是一个穿着船员制服的男人，正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的脸隐藏在阴影中，看不清表情，但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你们被选中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背脊一阵发冷，立即转身跑回房间，锁上门。安娜看见我脸色苍白，急忙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只能含糊地说是有人恶作剧，但内心的恐惧无法抑制。我们一整晚都无法再入睡。隔天一早，我们直接去了驾驶室，想要找船长理论。驾驶室的门并没有上锁，但里面空无一人。导航设备上显示的航线是直线，可目的地却是一片空白的黑色区域，坐标标记着不存在的地点。我试着用驾驶台上的对讲机联系其他船员，但所有频率里只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欢迎来到地狱的航程。”安娜几乎崩溃了，她抓住我的手臂，哭着问我该怎么办。我咬紧牙关，告诉她我们必须马上回房间收拾东西，等邮轮靠岸后就立刻离开。她点点头，但她的眼神中已经没有希望，仿佛早就知道这艘船永远没有终点。当晚，安娜的情绪变得极为奇怪，她变得沉默寡言，甚至不再回应我的呼唤。午夜时分，我发现她站在甲板上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海面。海风掀起她的长发，但她毫无反应，像是一座雕像。安娜，我跑过去握住她的手，她却轻轻地挣开，然后用一种冷漠的不像她的语气说：“我们应该跳下去。”“你疯了吗？”我大喊，想把她拉回来，但她却像着了魔一样向栏杆靠近。“这不是蜜月。”她说，“这是一趟死亡的旅程。我们已经死了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她，甚至没能立刻回应她的话。下一秒，她毫不犹豫地翻过栏杆，跳进了漆黑的海水中。我疯了一样伸手去抓，但只触碰到了她衣袖的一角，接着她的身影便消失在黑暗中。我呆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我疯狂地大喊她的名字，但回答我的只有无尽的空洞。我试图寻找救生艇，但所有的救生艇都被割断了绳索，像是早已有人刻意阻止任何人离开这艘船。整艘船越来越冷，灯光逐渐熄灭，只剩下甲板上微弱的月光。忽然，
游轮开始剧烈的摇晃，我听见底舱传来轰隆的声响，像是什么巨大的机器在运转。我跌跌撞撞地爬上最高处，发现船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座岛屿。岛上有无数站立的人影，他们的姿态僵硬，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，像一群雕像一样。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，而他们当中最前面的一个正是安娜。她微笑着，眼神空洞，嘴唇轻轻动了一下，仿佛在说来吧。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这艘游轮早已不属于人间，它的终点只有一个，通往死亡的彼岸。而我恐怕永远也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